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款流行色，我的故事要从大约2600年前一场震动齐国朝野的大流行开始。后人称我为齐子，因为这故事的源头正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。紫色既有青的深邃，又有红的明艳，虽生来昂贵，却并不高贵，甚至一度恶名累累。春秋时代，老一代贵族们原本更推自古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齐桓公好夫子，引发齐国上下纷纷效仿，一国上下尽服子衣，以致紫绢价格贵到离谱，要比素色丝绢高出5倍还不止。齐桓公甚是忧虑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，这奢靡之风如何遏制？若要民不依子，君上以后上朝前，请先将紫衣脱掉。群臣中若有人穿紫衣靠近君上，君上就怒斥：快离寡人远点！你这紫衣服太难闻了。从此齐桓公自解紫衣，果然使这上紫之风戛然而止。再次承受戊子之名，我的处境难免有些尴尬。但紫衣真的不再流行了吗？更尴尬的是，有2个与生俱来的缺陷，我确实无法摆脱。缺陷1：昂贵。自然界中我本就罕见，在人类眼中总是稍纵即逝，这使我愈加神秘。而古人若想真正拥有一身纯正的紫衣，必须费尽心机。如果你要把紫色上素一下，其实也涉及到对中国传统色源头的上素，那真的是要走到《山海经》武帝时代哈。在《山海经》里面，紫呢是草字头，下面加一个彼此的此，那么是讲呢紫草，紫草是染紫色的草。先需要用石臼将紫草捣烂，之后我们会把紫草包到过滤布中，把它放到热水里面去，经过一个揉搓，把那个色素溶解到这个热水里面。紫草染色看起来似乎并无出奇之处，但效率却极低。此外，染紫产业还有一种无形代价——伤地。据说种过紫草的土地3年之内便不能种植其他农作物了。果然，连紫草都自带一股独享土地的王霸之气。而另一种不传之秘——裸染，则一向是古代帝王、权贵和高僧们才可享用的顶级工艺。以贝类腺体染色，其过程之繁复，成本之高昂，几乎令人发指。有人说，提取1克裸紫颜料，至少需要300颗麦红螺，
也有人说，这个数字应该是2000。更有甚者声称需要上万只海螺才能得到1克顶级颜料。而当我出现在齐桓公睥睨天下的华袍之上，谁又能想象出究竟耗费了多少罗贝和人工？这恐怕是海螺家族的无尽噩梦。如果异国贵族所穿尽是罗染的紫衣，海边又会堆起多高的螺壳？与此同时，动物染紫还有另一个同样致命的缺陷：臭。在紫色尚未被君王们强制垄断的年代，齐桓公还需要演绎出雾紫的假戏，来拿捏举国风尚。但后世历代王朝的好紫之心却再也无需遮掩，紫色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引领风尚。紫微斗数，紫气东来，坚硬紫兽，怀黄佩紫，清都紫府，传绝习紫。紫色终于打破以紫乱珠的见色魔咒，彻底融入古人的敬畏和向往之中，成为色彩中的无冕之王。然而，这就是真正的我吗？或美，或丑，或尊，或卑。颜色本无贵贱，因人心徒生分别。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颜色实际上它是不受权力和地位控制的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五颜六色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寻求这个颜色之美。也许直到权贵的光环褪去之后，我才真正做回自己，自由、热烈，跨越冷暖，无惧悲欢。在夕阳紫翠忽橙蓝的神秘釉色之中，在今天可以没有任何包袱的无限选择之中，在这个人人都可以轻松拥有任何色彩的年代，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也终将走出偏见的泥沼，以本色面朝大海。